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先来聊命魂王毅，迟一点再来谈命魂小乔。一阶命魂，王毅的命魂技不会造成伤害，只会在释放命魂技后获得3层藏锋。藏锋是用来添加式用的，而式则可以用来记录伤害。只要我方有仁义武将普攻、怒攻或龙魂技造成高于王毅最大生命值70%的伤害，王毅就会消耗1层藏锋来为该玩家添加式，是会完整的记录该次伤害的最高值。式的启动条件其实并不容易，这必须要是能打全体的攻击才会比较容易做到。毕竟单体要打70%伤害，或一列要分别打出35%伤害，都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反之，如果是攻击全体的，那么只要对每人都造成12%最大生命值的伤害，就可以达到触发门槛。最容易满足条件的，自然是拥有高输出龙魂技的 SP 武将了，因为龙魂技都是打全体的，而且技能系数也比一般的全体攻击更高。所以 SP 张辽、SP 关羽和 SP 司马懿都是有能力触发式的人选。还有就是姜维的普攻，也是少数能达到触发式门槛的技能。不过要留意的是，添加式的能力是在命魂王毅式放命魂技后才会生效的，所以吕辽的开场龙魂技是吃不到式的，只有跃进羁绊的张辽才有机会在后续吃到式的效果。拥有式的武将在造成暴击伤害时，会附加式存储伤害的30%。若是在非玩家对战环境，也就是 PVE 里，附加伤害会变成100%，也就是只要拥有式的武将每次打出暴击，都会再附加一段式所记录的完整伤害。若拥有式的武将是魏国，数值还会翻倍，也就是可以附加式所存储的2倍伤害，效果真的非常夸张。命魂王一绝对会是个打 PVE 的好用武将，不过是不会永久存在，只要普攻、怒攻或龙魂技总计没有暴击4次，是就会消失，需要重新获取。又或者是的附加伤害已经触发4次后也会消失不见，需要再重新获取。如果拥有式的武将打出了超过式记录值的伤害，那么命魂王毅就会再消耗1层藏锋来重新记录式的伤害值。若王毅身上没有藏锋，则无法刷新新的式。原则上，在 PVE 里，只要式不消失，武将打出来的暴击伤害，再加上式所附加的伤害，就一定可以超过之前的记录值。所以在 PVE 里，只要拥有式的武将能不断的破记录，这最高伤害就能一直刷新叠加上去。3层藏锋最高可以刷新2次式的记录值，当然前提是不能提前消失，所以这对武将的暴击率也会有很高的要求。3阶命魂会启动光环效果，会使魏国武将的怒气降低抗性提升50%，最终暴击率提升30%。光环直接给了启动是很需要的暴击率，不过只有魏国的武将可以享用。光环的第2个效果是，没有一个新的敌方单位进入战场，我方全体武将造成伤害结果就会提升2%，受到的伤害结果也会降低2%，最高可叠加120%，效果会持续到战斗结束。如果没意外，这个光环效果在双方武将首次进场也会生效，6个人就是12%的伤害结果提升和降低。这是少数能在吕辽开场龙魂前能启动的增伤效果，这么一来吕辽的开场龙魂技就会变得更痛。不过到时还是要实际的拿来测试一下，才会知道光环效果对首批进场的武将是否生效。无论如何，光环的效果在魔窟里就肯定会生效的了，每一波新进场的敌人都可以让我方增加一次12%的伤害结果提升。其他还不清楚的地方就是刷分里会复活的敌方武将和水晶制造的镜像是否也会触发这个光环效果。如果能触发，那么只要看到水晶站在对面，就赶紧把王毅拿出来疯狂的刷分吧。3阶命魂还多给了一个减伤的效果，让我方持有式的武将在受到来自武将的伤害时，伤害会减少式所储存伤害值的10%。这算是个另类的格挡吧。
五阶命魂会强化王毅的命魂技和光环的效果。王毅在释放命魂技后，获得的藏锋层数会从原来的3层变成了6层，最高的持有上限也会变成6层。有了6层藏锋，是才有可能刷新3次，达到最高上限。拥有式的武将造成暴击后附加的伤害值，也会从原来的30%变成50%。在非玩家对战环境中，附加的伤害也会从原来的100%变成150%，魏国武将翻倍就会变成是300%。5阶后，命魂光环的效果也会获得强化。没有一个新的敌方单位进入战场，全体武将造成和受到的伤害结果提升，会从原来的2%变成3%，最高上限也会变成180%。效果持续至战斗结束。5阶命魂给的唯一新东西是，会使我方魏国武将获得当前回合数乘15%的最终增减伤，持续至战斗结束。这也能用来增加吕辽开局龙魂输出的增伤，不过相信更大的受惠者应该会是司马懿在涨回合的战斗，尤其是拿来刷分时。5阶命魂的第2个新效果，会从第2回合开始，以及在往后的每回合开始时，都会让王毅获得1层藏锋，这样就不用担心在涨回合的战斗里藏锋会不够用了。最后来对命魂王毅下一个总结，王毅在 PVP 上能加入的队伍，目前只有吕辽官队，但效果其实没有诸葛诞的稳定，因为命魂王毅的能力有一半都是建立在势之上的。是其实是一个很不稳定的能力，一旦你打不出那超过王毅最大生命值70%的伤害，势就难产了，而且在4次打不出暴击伤害后，势也会消失。在 PVP 中，面对战力比你高的对手时，有时就很难把势打出来。所以王毅版的吕辽官队只适合高战用来压制人，对输出的要求会比较高。命魂王毅的能力其实更多是被用在 PVE 上的，比如魔窟和刷分里。虽然在魔窟中，命魂王毅的伤害结果提升和降低能得到很大的发挥，但是的能力也一样会不稳定。尤其是打到了后面的层数，打不动了势就会很难产生，只属于拿来暴力通关时使用。王毅在魔窟上场的次数，其实是远远不如之后登场的其他命魂武将的。当中也包括了同期的命魂小乔在内，所以也不建议为了魔窟而去抽命魂王毅，用借的就好了。命魂王毅真正上场频率比较高的地方是在刷分的场合上，他本来就是个刷分的常客，所以命魂的能力更是让他如虎添翼。没意外的话，在山河守卫应该也有机会出场。刷分虽然不能借武将，但这些奖励其实也没太大吸引力。所以小氪玩家也没必要为了刷分排名而特地去抽命魂王毅。命魂王毅算是近期命魂中用途比较小的武将了，所以建议资源少的玩家可以直接跳过。若真的想要的，也可以只抽一个3阶来使用就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